欢迎收看《北京讲文化大革命》第23讲，林彪当时害怕极了。这一讲呢，我们会讲到林彪之死。那这个标题怎么拟？我想了很久。是说林彪终于死了，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因为联想到长春围城，这是一个大罪人，是要这样的视角吗？当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在中国那片土地尤其容易发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像林彪这样的人啊，包括毛泽东，那活着的时候呢，风光无限啊，被捧成神，身上没有任何的缺点。那当他逝世的时候，就会被10000只脚、1亿只脚踩在脚底下，贬得一文不值啊！他身上又变成了没有任何的优点。那我们要做的啊，不是在这里去嘲笑他啊，去找一些野史，甚至去给他泼一些莫须有的脏水啊。我们想要的是还原这个历史，以及还原到他作为一个跟大家一样的人，他也有他自己的七情六欲，他也会恐惧。那我们说他当时害怕极了，不只是指他所乘坐的飞机将要坠毁的那一刻，他肯定害怕极了。那么更指在那之前促使他逃离的非常多的时刻。他虽然身为二把手，在毛泽东之下，甚至顶着继承人的光环，但是他依然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呢？他恐惧的来源，往近了说，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在文革的时候命运有多么的惨我们来看一下。就那样可以说默默无闻的死了。那刘少奇的遗体在深夜就被偷偷的火化，用的还是一个假名，因为对外说这是一具带有高度传染性病人的尸体，所以只有2个工人处理他的火化过程。毛泽东生前从来不曾对外公开过刘少奇的死讯，但是很快的大家其实就开始争议，谁来取代他接任国家的领导，当二把手呢？那实际上林彪的恐惧来源就在于有这种前车之鉴。那刘少奇一样，他也有前车之鉴，包括毛泽东。在中国这个历史的循环里，毛泽东读了这么多历史，他有太多的前车之鉴，可以让他感到恐惧，感到他的权力是不稳固的，他下面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值得信任的。所以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说我要建立一个制度可以让这种国家的二把手不要这么莫名其妙的死掉。就连这么一个制度他们都建立不起来，互相防备，互相恐惧。那么我们今天用这一讲就带大家回到当时去感受一下他们害怕极了。那林彪刘少奇死了之后，他首先想的是他肯定是这个二把手但是呢他又不能够去冒犯毛泽东，他又得必须的谨慎的装的表现自己并没有这层野心，要装的无欲无求甚至装的病病殃殃。但是毛泽东对他还是起了疑心。这就是1969年10月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么当时中国和苏联有可能爆发这个全面的战争，那么整个中共的领导阶层就仓皇的疏散，撤离北京防止这个苏联搞突袭给他们一锅端了。
那这时候林彪呢就在苏州的某个碉堡里发出了第1号命令，就将整个军队的戒备状态提升为红色警戒。他调动了100万名士兵驻守全国的战略重地，还有数千台坦克飞机、军舰在后方支援。虽然这条军令很快就被撤销掉了，但是整个事件呢，他没有向这个毛泽东禀报他因为认为这是一个紧急状态，可能也联系不到毛泽东。但是因此呢，毛泽东当然感到了权力受到了威胁，所以震怒。毛泽东肯定察觉到原来自己的这个2把手可以如此轻易的掌管军队。因为在共产党的叙事逻辑里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些虚名都不重要，谁控制军队谁有话语权。所以如果有一天林彪想要背叛毛泽东的话，那好像很容易在毛泽东看来。但是呢，毛泽东又需要林彪，那个时候不是动手的好时候，因为需要林彪在军队里的影响力。好，那么林彪在9大上大获全胜，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是要向苏联还是向美国开战的这么一种紧张气氛下。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都全面军事化了，军队呢不仅接管了政府，还接管了经济。那么林彪当时就带领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拍马屁。但是其实这个背后有一层潜在的逻辑，就是每个人你也都要向军队学习。那毛泽东身边也都是被这些士兵围绕着，他也始终怀疑也很害怕这些士兵是不是真的对上级完全忠诚呢？他非常讨厌军队掌握他的生活。那这种厌恶呢，慢慢就演变成了对于林彪以及他的那些将领的一种怨恨。所以毛泽东就小心地操弄着这个国家主席这个议题，就是刘少奇留下来的那个职位国家主席。他用这个方式呢，去对付自己挑选的这个后继者，就是你又要挑选又要防备着这种心态。他就故意含糊其辞的婉拒说我不要这个职位但是呢，其实这样让大家去猜毛泽东的真实的心意，他不会表露出来那大家就猜是不是希望我们求他呢？其实他就是用这个当诱饵，用这个位置想来测试一下这个他的2把手是什么反应。那林彪那肯定是坚持说这个位置必须得毛主席来做。很快这种氛围下就会出现2个阵营林彪的手下李作鹏和吴法宪，那他们就认为应该保留国家主席这个职位。然后呢，当然他们肯定是向毛泽东去谄媚了就说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注意这个词儿，天才天才的、创造性的、全面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把这一句话写进宪法里。那么张春桥和康生呢，这是文革小组的骨干，他们就坚持他们就没有坚持要继续设置国家主席这一职，并且呢反对用天才一词。那么两边都觉得自己实际上懂毛泽东的心思，都觉得自己代表了毛泽东肚里的蛔虫在争这个位置，争宠。那好，这个中央委员会1970年夏天召开会议，那么这个问题就面临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林彪请求毛泽东允许处理天才一词的争议。你就说他们有多无聊吧，这国家大事这么多重要的事讨论
毛泽东是不是天才？那毛泽东就看到机会了，可以陷害林彪，就鼓劲儿的鼓励他这么做，并且呢，针对张春桥和江青说了几句不赞同的话。结果林彪就觉得好像天平向自己这边倾斜了，他就用了足足1个小时来盛赞毛泽东。那第二天呢，与会者就讨论了由这个陈伯达署名的一篇叫《天才论》。那陈伯达名义上就是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嘛，但是其实他又很讨厌康生因为康生跟江青关系好这就是陈伯达的害怕极了感到威胁。那时候他其实已经大权旁落了，尤其是包括林彪在9大上被正式宣布成毛泽东的继任人之后，所以陈伯达就站队了，他就不靠着江青、康生那边了他就站队到林彪这个阵营里了。那从延安时期开始呢，陈伯达就一直是帮毛泽东写文章那么他这篇《天才论》，那党内就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不是党的路线他们就认为那就跟着陈伯达走那么张春桥就变成了他们的头号目标，攻击，含沙射影的攻击他。那么因为这个张春桥否认这个毛泽东是这个所谓的天才嘛，对吧？好，就说那你这么说，你就是野心家和反革命分子要把张春桥驱逐出党。毛泽东呢就用了他惯用的伎俩就是先保持一定距离，看你们两派斗他就喜欢看人斗，然后呢观察这个事态的发展。很快就有人热切的请求毛泽东和林彪出任国家的正主席和副主席。那毛泽东现在觉得可以收网了，他就在一次特别会议中批评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长久以来是敌方的间谍。对，批评了林彪阵营的人但是他把林彪放过了。那等于这一下的由毛泽东自己终结了关于他是不是天才的这个讨论，并且呢命令林彪的手下就那些攻击张春桥的将领们自我批评。那你自我批评，你就得要看这个毛泽东说你这个批评到位不到位好，就是怎么样都不符合他的要求，就会被多番的指责那么就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不停的自我批评，不停的不被原谅，不被接受那就会显得这些将领们的命运堪忧造成了这种感觉。然后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开始在军队的最高层中安插自己的心腹来监视林彪的将领，并且重整了北京军区，将2名领导人停职。那么陈伯达呢就更倒霉了进一步的被批评为叛徒、间谍、野心家扣了这么多帽子。那么林彪的势力就正在下滑。那么此消彼长呢，那边江青就会显得得势所以这个时候林彪就已经害怕极了都不用到坠机的时候，已经害怕极了。那么陈伯达的失势呢是几个月之后被公开的但是呢很多人都能读出这个言外之意因为陈伯达以前在这个领导阶层中的排的位置是第4位，但是现在报纸上呢出现的这些重要领导人名单里就没有他了在这几个月里。而且呢还有一些什么假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字眼出来，那大家就会去猜嘛，对吧？谁的名字没了，这个词儿是不是指他？那么1970年10月1日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暗示政策将有巨变。因为这是国庆每一年的这个国庆呢，所有的主要城市都会举办游行庆祝。数十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就一队队的出场喊口号，舞着红旗，高举毛主席的肖像
这毛泽东呢自己就会在党内高官的这个簇拥下啊，登上天安门上方的指挥台，去检阅这个游行队伍。那外国政要呢和外交官呢，一般也会设有这个保留席啊。那么呢，他们就会去观察啊，就是这个毛主席身旁站的人是谁。那在这一年里呢，这份殊荣啊，首度由一个美国人享有，并且陈伯达没有踪影了。几个月之后啊，就是12月25日，每一份主要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这个斯诺啊站在毛泽东身旁的照片。实际上，在文革前夕，1965年的1月，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利用这位资深记者斯诺啊，让外面的世界知道，就是只要美方不冒犯中方啊，中国就不会派兵到越南。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利用斯诺在传递一个讯息啊，就是中国和所谓的美帝国主义的关系啊，正在酝酿一个重大的改变。在1969年4月的这个9大之后啊，其实毛泽东已经开始筹划这一切事情了啊，他就表面上保持一个模糊的态度，但是呢，他开始询问一些专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取代林彪提出的全民参战这种模式。那毛泽东干的这个事情是秘密的进行的啊，只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知道。那这些就是一些老将领啊，他们呢在67年2月呢，之前他们是反对文革啊，但是67年2月之后，他们也得到了一些自由，可以不受限制的提出一些想法。而且呢，1969年8月，就是苏联突袭新疆之后啊，中苏战争有可能一触即发的时候呢，这些老将领们啊，他们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是打美国牌。他们就赞成对美国开放，然后利用美苏啊这个冷战嘛，所以他们就，但是他们的这个评估啊和林彪是完全相反的啊。林彪呢认为美国和苏联都是敌人啊，没什么区别，两边你都不能够去讨好啊，都要去敌对，战斗到底。那么好，中国这边发生这样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大洋彼岸美国那边呢，刚刚选出了尼克松啊。尼克松呢，当然他不信任莫斯科，并且呢，这种不信任的程度远超北京啊。尼克松也了解到，就是应该把中国拉进到国际秩序里来，所以，他在1969年1月写下了一则备忘啊，写什么呢？写中国共产党啊，短期不变，长期我们不能排挤8亿人，让他们自己在小圈子里生气啊，我们要靠近他们。所以美国呢还有其他的考虑。1970年4月，中国在广州主办了一个叫支援印度支那人民会议，会议的主席就是柬埔寨的那个这个西哈努克亲王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共产势力啊，在这个会上呢就缔结了同盟。等于建立了一个新的所谓叫印度支那革命战线。5天后，尼克松总统就决定将这个越战扩大，这个战线就延伸到越南境这个边境之外，进入到柬埔寨境内。那么当然这个战争就不是进展得很顺利啊，很快美国开始向中国寻求一个协助。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协助美国从这场混战中脱身。美国也希望挑起中苏这2个共产主义大国的不和来把这个当时北越的主要靠山苏联去孤立。那么中美双方呢，就有好长一段时间开始试着在外交大使层级上去重启对话。那么这个在1970年底的时候双方达到了一个非常缓和的状态。那么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12月25号啊，报纸上刊登这个国庆的这个毛主席旁边站着斯诺啊这张合照。在这个刊登这张照片1周之前，毛泽东告诉斯诺，他非常愿意和尼克松会面啊，说不管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游客的身份，所以双方就开始进行这种秘密协商啊，商定这个议程。那当然了，因为台湾的问题啊，这一切就非常复杂。因为蒋介石是美国的盟友嘛，所以双方呢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就是在1971年的4月初啊，中国乒乓球队派到日本参加一场国际比赛。那当时呢，其实最优秀的3名球员啊，在1968年这个党内大肃清运动的时候都已经自杀了。那这一次呢，周恩来就指示队伍要友谊第一啊，比赛第二，并且呢，他们在这个名古屋啊，就跟这个受邀去的美国球队啊见面，并且邀请他们来中国了。几天之后，这9位美国球员和几位官员就取道香港啊，跨过大桥就来到中国境内了，停留了1个星期进行友谊赛，还参观了长城和颐和园。球员没有能进这个故宫啊，但是1周之后就有几个外国人获准入内了，这还是1967年以来的第一次。那么并且呢，还有多达70位的外国外交官搭乘火车到全国各地进行一些正式的参访，参观了一些钢铁厂啊、水力发电站呀、什么模范的生产组啊等等。但还有一些迹象呢，显示中国对外的态度有所舒缓啊，就是以往呢跟这个外国人交涉的，中国那些官员那种蛮横和不屑的那种态度呢，都明显消失了啊，就是上一代的这些战狼啊，就这些中国这些中共的干部突然就变得非常好沟通了啊，就又从战狼变成狗了。那几年前啊，你那个时候要越境去香港的人还会被开枪射击啊，现在就不会了。而且呢，在广州啊一个展销会上，你就会发现呢，什么那个时候什么毛泽东思想班这些宣传啊停了啊，酒店这个房间也不再悬挂毛主席的肖像了，反美的标语也撤了啊，全城都感觉收拾干净了。就要求人民你就不要再恨美国了啊，又变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普通的人啊，也都能感觉到这种风向在转变。但是有的人呢也很警惕啊，就说感觉共产中国要逐渐向西方世界靠拢了吗？这好像太美好了，美好的不像真的。说有一些跨省的火车上，毛主席的肖像也都被悄悄拿下来了。好，那么中美之间这个乒乓外交结束之后不久啊，尼克松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啊基辛格就受邀出访北京。美方呢对于这个可以与中国当面会谈的这种机会啊喜出望外啊，于是就准备了一份大礼让基辛格带到了中国。因为那时候美国还有对台条约的限制啊，但是其实华盛顿方面已经做好了随时背弃台湾盟友的准备，改为在外交上全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基辛格表示啊，美国可以帮助北京在联合国取得这个中国的席位啊，他还盛赞中国领导人，甚至愿意提供高度机密的资料啊，包括美国跟苏联的一些双边会谈的细节。说跟基辛格说啊，我们会告诉你们我们跟苏联谈了什么，但是我跟你们谈了什么，我们绝对不会告诉苏联啊。那么美国做出这些承诺的时候，甚至他都没有要求中方啊做出同等的一些条件出来，以达到真正的互惠都没有。所以这趟行程呢全面保密。但是呢，这个尼克松啊，在1971年7月15日上了这个国家电视台，透露他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啊，已经做好了
准备工作，并告知自己即将出访中国。这个消息当时震惊了全世界，这就表示冷战的局势已经不再偏向苏联了。那毛泽东那时候在北京非常得意地说：“美国从猴子变成人了，但还不算是人，尾巴还在啊！”说这些话。所以在美中秘密会谈期间呢，那整个中国的风向也在变啊。那毛泽东和他这个继任者林彪啊之间的这个嫌隙就更日益扩大。毛泽东在1970年夏天露了一手啊，用这个刚才这个林彪这个天才论是不是打击了他？但是在那之后呢，毛泽东得了肺炎，医生就给他开了抗生素啊。但是毛泽东觉得是林彪要毒害他，并且抱怨说林彪想要我的肺烂掉。那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毛泽东跟林彪的关系已经破裂了。这就已经演变成一种政治僵局，就是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动手，那可想而知啊，在这种氛围下，林彪害怕极了。其实毛泽东也害怕极了。那个时候林彪的生活就是像那种隐居般的啊，遮遮掩掩，也尽量的低调，不惹人注意啊，常常告病。但是他这个病情呢，就是似真似假的。毛泽东有一次啊，语带讽刺的就说啊，说这位将军确实永远健康啊，就是在讽刺他。那么从1970年夏天开始，林彪就变得更不积极了啊，他就全都靠他的妻子这叶群来批阅党内的文件和代替他工作，以及缺席重要的会议。说毛泽东对此呢也非常失望啊，认为林彪有辱继任人的地位。到1971年8月。毛泽东的这个猜忌心呢就越发严重啊，他甚至就开始去猜想啊，如果林彪突然叛乱，那么有哪一些地区的司令会效忠于他呢？林彪的支持者大多在北京啊，所以呢，毛泽东开始启程南下啊，取得武汉、长沙、杭州和上海等地的一些军方领导的支持。他没有直接点名林彪，但是他散播这样的消息啊，就说有人在1年前急着要夺取国家领导的位置啊，现在呢则试图要分裂党和夺权啊，还假装开玩笑的说啊，有人说天才在世界上是几百年一遇，在中国则是几千年一遇。有人说他要支持我，提升我的地位，但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支持自己，为自己抬轿。那其实大家也都明白啊，这个指的是林彪。那么1个月之后，这个毛泽东搭的火车啊，在9月12日黄昏回到北京。几个小时之后啊，也就是第2天的凌晨2点半左右，一架英制3叉戟战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上空坠毁。飞机的残骸散落在大草原上。那么当地警方很快就找出了8男1女的尸体，而且都烧焦了。那么其中一名最先到达失事现场的警官他名字叫图瓦尼·久米德，他回忆说啊，说他们大部分烧的只剩下枪套和皮带。这就是林彪的这个飞机坠毁啊，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然到今天还是个谜啊，有各种各样的野史，这个我们今天不讲。那么很快就有谣言传出啊，说是林彪阴谋行刺毛泽东失败，所以就出逃啊，尝试逃到苏联。那么现在这个事情的比较公认的说法呢，是说实际上想要密谋除掉毛泽东这个行刺事件啊，是真正的黑手不是林彪，而是他儿子啊林立果。他当时呢25岁。那么空军总司令呢吴法宪是林彪的人啊，所以呢这个林立果在空军里啊有着跟他年龄不相称的这种影响力。那林立果也知道他父亲林彪的地位正在面临威胁，他也懂政治
就是这些刘少奇这些前车之鉴他也明白毛泽东对于他的敌人是不会手软的，说没有哪个政治势力可以从头到尾留在毛泽东身边安然无恙的。说他以前的这些书记不是自杀就是被捕，他的那些心腹也都是要么送进牢房等等。所以说他觉得毛泽东呢是一个有妄想病和虐待狂他想要解决一个人，就是不弄死他绝不罢休。他只要想害你，就会把所有的罪名都安在你身上。所以林立果呢就很担心自己的父亲他就和几个亲近的党羽就策划了一个非常不成熟的计划，就是要除去毛泽东，包括用什么火焰喷射器袭击毛泽东的那个火车专列等等，派飞机从空中轰炸这个专列，什么把重要的一个什么桥炸掉等等，就做了很多这种计划。但是林立果就把他这个计划呢告诉了他的妹妹，就是这个林立恒就是现在俗称叫豆豆那这个豆豆就不同意这件事那豆豆就认为呢，试图挑战毛泽东只会给自己的父亲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他就在9月8日把这个信息呢泄露给了2个负责林彪安全的这个保镖。那当然了，没有任何行刺计划真正的付诸实行那我们也不知道毛泽东本人是不是听到了一些风声。不过呢，在9月8日的子夜左右，毛泽东突然决定缩短南下的行程，命令火车返回北京。途中曾经短暂停在南京接见他的忠实的属下许世友。接着呢，便在4天后抵达北京。火车刚一进到这个北京近郊的车站，毛泽东立刻接见了几位北京军区的这个将领，其中2个人是他在不到1年之前安插在军方高层以监视林彪及属下将领的。然后于是北京就开始加强戒备，毛泽东自己也藏身在人民大会堂里了。那就在同一天林立果因为担心毛泽东会对他父亲不利所以就飞回了北戴河。那么就与全家人都待在一栋可以眺望渤海的豪宅里。这林立果就开始劝他父亲林彪和他母亲叶群说劝他们逃走。他这个妹妹呢豆豆就问说逃到哪里去。林立果就说大连或者广州或者香港哪儿都行，看情况。但是林彪呢不想动说他脸色苍白这个眼窝有凹陷，满脸的这个胡茬应该是害怕极了几个月以来他很清楚什么事在等着他，也似乎预备好静待自己的命运。那这个豆豆知道潜逃计划根本无望，他便招来了这个中央保安队，试着保护父亲。说这个豆豆呢很爱他的父亲，但是和母亲叶群的关系不太好。说那天傍晚周恩来接到电话，知道了这件事儿，但是呢没有阻止林家上飞机。林立果和母亲叶群帮林彪穿好衣服，并在晚上11点半左右把他拖上车，冲到当地的机场。这个车程大约是40分钟，持枪士兵让他们通过了，有军队被派往机场，但是他们也没有拦截这些人。那么这个车呢就开到了这架3叉戟战机前。这时恐惧到达了顶点，林彪一家和随行人员慌忙登机之后叶群呢坚持马上起飞，但那时候飞机都还没有加满油，机上呢也没有领航员、电讯操作员和副机师，这些都没有。飞机升空之后不久，整个区域都陷入一片漆黑。留守北京的周恩来要求全国的飞机都降落禁飞了并且呢命令所有的跑道熄灯。
说这个林彪的飞机啊，实际上在空中盘旋了很久啊，明明油就不够，还盘旋了很久。有人说他想要往南飞啊，可能意见不统一。那往南飞是干嘛呢？也不知道啊，是飞到广州，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北伐吗？啊，这都是开玩笑说的。但是呢，可以显示出当时非常的慌乱啊，林彪当时害怕极了。最后呢，飞机往北飞了，那燃料也不足啊，也不知道还发生了什么。那么没飞多远，就在蒙古坠毁了。那当然了，飞机才刚坠毁啊，林彪的这个所谓四大护法就立刻开始着手销毁和林彪这一家人的所有的有关联系的证据啊，烧掉所有的照片、信件、笔记本、电话记录啊。黄永胜、吴法宪啊、邱会作和这个李作鹏啊，在9月24日就被革职了。周恩来呢，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负责调查林彪事件，肃清他在军中的党羽啊。这个行动一直持续到1973年的5月，有几百人啊丢了这个官职。那么曾经在1967年2月批评过林彪和文革的老将领们，现在当然自然这个很得意了，他们就不浪费时间啊，马上开始批判啊这位昔日的战友同志啊，比如说陈毅啊就说林彪，说他啊卑劣所为，双重间谍，培植党羽啊和什么长久的计划什么。那么1971年的10月1日，这个国庆啊，那上一年的国庆就是毛泽东跟斯诺站在城楼上啊，那么好，又一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那就留言说林彪垮台了。那比如说在上海的牢房里啊，这国庆日呢早晨都会去广播啊，提到这些庆祝活动啊，但是这一年没有。这些犯人也都觉得很奇怪啊。但是同一天呢，就来了一位守卫，就逐一收回了所有囚犯的红宝书。那么当天晚上就还回来了。那收上去干嘛呢？就是把这个毛泽东语录这个红宝书里边林彪写的这个序给撕掉了。那好，很快了，每个人就都听说了啊，有什么行刺啊、阴谋啊这些事儿。有一些人去偷听敌台啊，外国的电台也可以收到消息啊，包括比如日本的一些新闻啊，就很清楚的提到了这个林彪的死讯。那大家就非常震惊啊。那当时的人觉得毛泽东是不会错的，这是神呐，他不会错啊。那多年以来，林彪都是被捧成说这毛泽东的亲密战友。钦点的继任人，那很多人就是等于这一则日本新闻啊，说林彪死讯的这个，就等于对当时的人是一个觉醒啊，一个政治教育，就是他们会觉得，如果连毛泽东最亲密的追随者啊，林彪啊，都不相信毛泽东，那我为什么还要相信呢？所以很多人当时说心里那根精神上的支柱完全瓦解了，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于毛泽东坚定不移的拥护也崩溃了。那当然更多的人啊，当时更多的中国人是松了一口气，觉得林彪死了，那是不是就象征着文革也进入尾声了？那么当然也有人觉得，觉得这个世界崩塌了啊，不停的颤抖啊，等等，什么样的心情都有。说说毛泽东，他也一定会受到影响啊。说他的健康啊急转直下，说那个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啊、热爱政治斗争的那个领袖人物不见了，陷入了抑郁之中，卧病好几个星期。说毛泽东之前呢就一直苦于这个慢性感冒、双脚浮肿和心律不齐啊，走路的时候呢都有一点瘸啊。那么这个事情之后，
就林彪事发2个月左右，说毛泽东呢与这个北越总理会面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在这个聚光灯下表露无遗。说但是周恩来呢感到非常开心说他告诉毛泽东的医生说这样收场是最好的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好林彪和叶群这2个人的尸体呢从来没有归还给中国说就是葬在了蒙古。但是呢有一对来自莫斯科的法医专家说又过去把这个他们和其他的这个罹难者的这个遗体都挖了出来。那因为林彪呢和中共的很多的这种高层领导人一样都曾经长期在苏联就医，那么俄罗斯想要去核实他们的这些身份DNA 什么非常容易所以他们就把其中2个尸体的头切了下来他们认为这是林彪和叶群的因为这2个尸体呢镶有金牙。那么再把这个2个头呢放进这个大气锅里去煮掉这个肌肉和毛发。那么说其中一具的这个骨头构造和林彪的当时在苏联的这个医疗记录完全吻合。那这2个头骨就一起被带到了莫斯科存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 KGB 的档案库里。那么这个就是今天这一讲关于林彪之死我们下一讲进入到林彪死了之后的文革后面的一点事件。感谢收看、订阅、分享。